已经持续50余天的加沙战事局势越来越明亮。随着以色列国防军完成对加沙北部沿海地区的占领，战事的发展对哈马斯愈发不利，而以军的行动也进入了下一阶段。在这个时候，哈马斯所谓的外部盟友对以色列的袭击越来越频繁，尤其是黎巴嫩真主党。真主党的持续袭击也让以色列明白，一味的防守真主党的攻击并不能改变以色列北部的局势，反而让真主党愈发嚣张。目前以色列正在思考对策，不排除直接对真主党发动重大打击。话不多说，影片即将开始。位于以色列北部边界的黎巴嫩一直都是以色列国防军与真主党武装冲突的热点地区，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在进行，是不是还会爆发激烈冲突？自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以色列将大部分军事力量部署到加沙地带，无法再顾及北线作战。对于真主党武装的袭击，也只是以防守为主。在11月12日的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北部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一次袭击行动，持续进行了5波军事打击，引发双方炮火持续对轰，冲突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双方彻底放开了手脚。据说以色列北部的警报都要拉冒烟了。在这次激烈交火中，真主党使用了多种火箭弹，不仅有107毫米和122毫米的火箭弹，就连333毫米的重型火箭弹都参与其中，也就是火山重型火箭弹，被称为现代版本的美良心炮，完全采用民间技术生产，据说战斗部可达到100公斤，一旦使用就能引起大爆炸。同时，真主党武装还将远距离作战武器下放到了步兵班，将反坦克导弹当作狙击枪使用。在几天前，真主党还利用短号反坦克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军队，造成15名以军士兵伤亡。当时以军士兵正在多维夫前哨基地附近安装发射塔、窃听和监控设备。在过去的几天中，真主党不仅增加了跨境袭击的次数，并且还对以色列境内更深处发射火箭弹，包括达卡、纳哈里亚以及海法等地区。频繁的袭击也让以色列部署在北部的部队士兵怒火中烧，并立即对真主党展开了反击，对黎巴嫩深处40公里的真主党阵地发动了袭击，摧毁了部署在这里的 SA-67 地对空导弹发射器。但即便如此，以色列依然感到很憋屈，因为在北部地区，以色列采取的是防御政策，部署在这里的以军即便再愤怒，也只能继续保持克制，发动的反击力度也并不强。但以色列也明白，继续这样下去只会产生不利结果。以色列军事指挥部在经过评估之后，已经告知以色列总理，随着冲突的加剧，以军与真主党武装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目前来说，真主党武装缺少进攻能力，因为并没有什么重型装备，比如坦克与装甲车，但保不准中东其他国家会为其提供，比如伊朗、伊拉克等。一旦真主党武装获得重型装备加持，肯定会对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军事专家表示，以军正在面对与真主党武装开辟第2战场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对哈马斯的剿灭行动。面对真主党愈加频繁的袭击行动，以色列军事指挥部已经认识到，再继续执行防御政策已经毫无意义，比如彻底消灭这个亲伊朗的武装组织。目前，以色列军方已经向真主党武装发出警告，称如果再不停手，黎巴嫩就有被拖入战争的风险。以军可以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发动毁灭打击，同样也有能力在黎巴嫩境内彻底扫除真主党武装。届时，黎巴嫩民众可能会最先付出代价。另一方面，美国也认为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有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担心因为会爆发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到那时候美国也无法独善其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霍利军觉得以色列可能会选择一个目标进行立威，以此震慑其他对以色列抱有敌视态度的武装，比如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和也门胡塞武装。一方面，在以色列彻底剿灭哈马斯武装之后，真主党与也门胡塞武装将成为以色列直面的主要威胁。相较于隔着沙特的也门胡塞武装，近在咫尺的真主党更适合成为以色列的立威对象。所以对以色列来说，铲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是势在必行的。根据以色列内部人员透露，目前以军正打算采取行动对真主党发动重大打击。
以军高层表示，这次打击必须足够重，才能阻止真主党持续发动袭击，目标可能会选择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部郊区的据点。不过，真主党活动范围太大了，几乎遍布整个黎巴嫩。以军如果想要深度打击真主党，将无法避免的连带打击黎巴嫩其他目标。所以，以色列在发动打击的时候，需要避免升级当地的局势，要将战事转移到黎巴嫩内部，让真主党无法再对哈马斯提供支持。在2000年以色列撤军之后，真主党得到了伊朗、叙利亚以及朝鲜的支持，武装人员还在朝鲜接受了培训。真主党的情报共享、指挥机构以及安全机构还受到了朝鲜的影响。以色列专家表示，真主党就是按照朝鲜路线组织起来的防御性游击队，从武器库到粮食储备库，再到上元救护所，真主党的地下设施都是在朝鲜教官的监督下进行建造的。就连指挥部的掩体都是混凝土浇筑，深达40米，所以才能扛得住以色列的打击。经过以色列调查，现在蒂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就有600余个地下弹药与武器掩体，而在其他地区还有数百个，这使得以色列在面对真主党的攻击时变得十分困难。因为背后有伊朗的支持，真主党拥有比哈马斯强大许多的武器，包括机炮、无人机、火箭炮以及各种导弹。根据现有资料显示，真主党大概拥有4万余枚射程20公里内的火箭弹，8万余枚射程在100公里以内的火箭弹与导弹，另外还有3万余枚射程在200到300公里的远程火箭弹和导弹。此外，在以色列与哈马斯发动冲突时，叙利亚还为真主党提供了数量有限的飞毛腿弹道导弹，主要是 C 型和 D 型，其中飞毛腿 C 型是 B 型的增程型，在降低战斗部重量的情况下，将飞毛腿 C 型的射程提高到了500公里，战斗部重约600公斤。虽然相较于 B 型增加了射程，但由于并没有改进制导系统，使得误差很大，达到700米。而飞毛腿 D 型就要先进多了。在1980年，苏联对飞毛腿进行了最后一次改进，发展出飞毛腿 D 型的最终版本，进一步增大了发动机燃舱，加大火箭推力，最大射程可达600公里。战斗部载重增加，增加了导弹常规攻击的威力，同时还改进了惯性制导系统，使得 D 型的命中精度有了很大提高，弹头与弹体还能进行分离。真主党除了正规部队以外，还有大量后备兵员，总兵力应该在5到10万之间。其中，拉德万部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突击队，拥有在叙利亚战斗的实战经验。据估计，该部队由2500名战士组成，可谓是真主党的特种部队。目前，真主党已经将这支部队的大部分兵力调回了黎巴嫩阵地来对抗以色列。另外，真主党还有大量外部支持，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等。显然，如果以军事组织的标准来看，真主党武装的兵力与军火库非常庞大。如果以色列想要发动有效打击，必须完全摧毁真主党武装的武器库，否则的话，难以彻底毁灭真主党。不知道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来达成这个目标。影片的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俄罗斯5代战机终于换装发动机了，苏57的完美体要来了。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空天军装备的苏57开始安装第2阶段发动机，也就是产品30。这款发动机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可以让苏57在不开加力的情况下就能实现超音速巡航。不仅降低了油耗，还能增加战机的作战半径。目前，苏霍伊设计局首席试飞员谢尔盖·博格丹驾驶装备产品30发动机的苏57飞行了56分钟，初步验证了飞行性能与可靠性。此前，苏57战机装备的是改装自量产型苏 35S 的 AL4F1-117S 发动机，虽然推力可以达到18吨，但苏57的战斗重量可是达到30吨。在面对美军 F-22 的时候，俄罗斯飞行员会发现，自身30吨战斗重量加8吨乘2推力的发动机，在敌 F-22 的30吨战斗重量加10吨乘2推力发动机面前，完全占不到任何哪怕一点优势。在2016年的时候，产品30的演示机在雷特卡林斯基机械制造厂进行了首次地面启动。2017年12月，安装新动力装置的飞机也完成了首次飞行。相较于苏57现在装备的 AL41F1，产品30的推力从8吨增加到了17吨，发动机本身提高了燃油效率，降低了全寿命周期成本。由于采用了自动供油控制系统，产品30的动力经济性得到了提高。
显然，这样才是苏57的完全体。新发动机未来还可用于苏75轻型战术飞机。你们觉得仅靠一台发动机可以改变苏57的尴尬局面吗？另外，以色列会不会真拿真主党当做开刀对象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